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复杂的消费降级，很多家庭工资到账的第一天，房贷、车贷、保险、信用卡扣除掉，真正能拿出来生活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他们开始少买衣服，少出去吃饭，甚至连超市购物车里面的东西都要一件件拿起来重新算账。如果只是个别这样的家庭，那没什么。但是当沃尔玛、家得宝、劳士、Target 这些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在过去短短的几个月里，同时发出警告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正在持有或者计划投资美国房地产，哪怕只是在美国租房打工，这一轮变化都会绕不开你。那接下来的数据和故事将决定未来5年资产净值。零售巨头的集体警报。我们先看一下零售业老大哥沃尔玛。2月19日，现任 CEO 叫做约翰·佛纳，在财报上投下了一个重磅的炸弹。他坦言，沃尔玛现在的增长几乎全都靠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在支撑，而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底层家庭，他们基本上是处于这个月光族的状态。月光族 paycheck to paycheck 这个词被沃尔玛的 CEO 反复提起，还是在2008年的10月份。当时的沃尔玛老牌掌门人，他分享了一个细节，他观察到婴儿配方奶粉的销量在发薪水的那一天会突然暴增，但是在发薪水前的几天却跌至谷底。那这意味着一些家庭甚至需要等工资到账以后才能购买婴儿奶粉。如果一个社会连买奶粉都要掐着发薪日买，那就说明现金流已经被榨干到了骨头里。就在那一次警告发出的18个月以后，美国房地产的指数潮冲到了280万套的历史峰值。2位不同的 CEO 在2个不同的10年说出了同一个词。如果说沃尔玛看到的是生存压力，那么 Home Depot 还有 Lowe's 反映的是住房压力。家得宝的 CEO 查理德·麦克菲尔，他坦言说，现在的客户在结账的时候，谈论的更多的不是装修新房子，而是失业、买不起房等等。他们的交易量已经连续下跌，连换一个水龙头、修一个篱笆都要再三犹豫。劳士的 CEO 艾里森，他也承认他们接下来的增长不是靠销量，而是靠强行涨价来嫁接关税成本。但是这种在消费枯竭中的无奈的定价权，正是通胀的最直接证明。我们再看一下中产阶级的标杆 Target， 由于非必需品的销售连续4个季度下滑，他们的 CEO 在今年的2月份已经黯然下台了。当一个社会开始成规模的放弃买新衣服的时候，消费能力的崩塌已经完成了第一步。那关于楼市的最直接声音，还是来自于行业的自己人。全美顶尖的开发商，他的 CEO 叫莱恩·马歇尔，他也承认说，那些潜在的首套房买家现在已经被高昂的房屋持有成本和随时可能会丢掉工作的阴影
被折磨的是精疲力尽。这意味着不仅是买不起房，连现在他们现有的贷款都快撑不住了。大家看清楚了没有？沃尔玛看到的是肚子，家得宝看到的是房子，他给看到的是面子。房地产开发商看到的是消费最直接的底子。当这4个行业的维度的巨头，在短短的90天内集体拉响红警，这绝非偶然。他们解释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美国社会的低收入家庭正在苦日中挣扎，而那些每天算着日子买奶粉的月光族，手里也恰恰握着一种即将引爆美国楼市的金融工具，那就是 FHA 贷款，正在亮起红灯。上一次2008年，大家记得是次贷危机，那这一次问题被藏在了一个听上去非常惠民的房贷项目上，叫做 FHA 贷款，就是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贷款。FHA 是专门给这种首套购房者的贷款，首付可以很低，比如说可以低到 3.5%， 信用分比较低的人也能上车。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2026年1季度的全美逾期调查， FHA 的总体逾期率已经达到了 11.88%， 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比例，比传统贷款的逾期率高出了整整大约9个百分点。更狠的是 ，FHA 在整个美国贷款市场只占11%，但是它却占了全美所有严重逾期贷款的55%。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一笔真实的账就懂了。2023年，有人用3.5%的首付，用 FHA 贷款买了40万美元的房子。利率大概在 6.3% 左右，本息月供在2500美元附近，再加上税还有保险，每个月大概是在3200美元左右。如果这个家庭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这个家庭每个月发薪资的那一天，先是把房贷、车贷、信用卡自动转走之后，然后推着购物车在沃尔玛柜台前算了半天的账，最后发现连圣诞节给孩子买一个像样的礼物的钱都要从信用卡里透支。阳光地带的复苏幻觉，很多的主流媒体现在还用一个特别温柔的说法，说是阳光地带局部调整、区域性回调。我们如果把数据全部摊开，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个意思。FHA 的逾期暴涨，高度的集中在这几个州：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马里兰、乔治亚，还有阿拉巴马。我们再看一下房价和指数数据，有全美主要城市最大的同期跌幅，大约跌了9%。Texas 的 Austin 从2002年的最高点算起，已经跌了28%，几乎有一半的房源在挂牌当中经历过至少一次的降价。佛罗里达的 Lakeland 指数率是全美大都会区域中最高的。Austin 这个房地产指数的数量一年内飙升了150%，
把刚才的3个消费场景合在一起，一个是 FHA 的逾期，一个是沃尔玛的月光族，还有就是直属和房价的下跌，你会发现它们几乎导向一个结论：底层家庭的收入已经撑不住了。收入不高，但是被过去几年的宽松和营销推着去买房的这些人，他们的工作稳定性一般，一旦失业或者是减薪，现金流马上断粮。这也是 K 型经济最残酷的地方。圣诞节还会再来一脚。前面我们讲的是现在已经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前差不多要发生的。彭博社在5月中旬发布了一篇，其实应该是上头条的报道。沃尔玛、Costco 等美国这些零售巨头，他们的中国供应商正在进行多年来第一次集中的批发涨价。江西省的一家针织厂透露，因为合成纤维原材料暴涨20%到30%，他们的批发价不得不上调10%，其中对大零售商涨了5%左右。家居用品还有季节性商品，比如说圣诞相关的产品受到打击最严重。那这些订单的暴涨，4月份已经锁定好了，从8月份的黑五会陆续上架。而美国大概87%的圣诞装饰品来自中国。接下来这一轮来自中国工厂的涨价，会从圣诞树上的灯泡一路烧到美国底层家庭每个月的房贷，再叠加核心 CPI 还在这个3.8%，必需品项大概在4.7%左右。这一切都压到前面所说的那一批沃尔玛的月光族、FHA 的低首付买房的家庭身上。可以看到，这群人他已经面临着结账台的透支、信用卡的透支，最后是房贷的透支。现金为王的时代，面临这场清算，不同位置的投资人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接下来12个月内必须卖房的人，定价要狠。目前库存还在激增，市场还在不断出现止赎房和降价房。要知道2008年损失最惨的就是那一批不舍得降价、动作太慢的房东。如果你手里有现金准备抄底的人，这一轮环境对现金持有者是慢炖的大礼。在未来的1到2年内，随着 FHA 贷款的压力逐步传导，一些阳光地带会出现有大折扣的房源，不仅仅是前面2年那种名义上的小打小闹。历史不会简单重复。2008年崩盘，它不是一天发生的，它可能是从超市的结账台开始，从银行的止赎函结束。在房地产里，时间从来不是中性的，它会奖励一部分人，也会惩罚一部分人。最后你会发现，站对了位置，危机就是折扣；站错了位置，折扣就是自己的房子。我们始终坚持稳定现金流比增值故事更有价值，结构稳健，理性判断比热度更重要。专业运营、长期主义是穿越周期的唯一方式。我们倡导的理念很简单：
现金流为王，稳健为本。这里没有推销，只有实战经验。我们不讲套路，不讲技巧，只讲底层判断力，教您如何避开坑，少走弯路，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可以帮您规避风险。投资美国地产，读不懂规则，处处都是限制；读懂了规则，处处都有技巧，让您在房产买卖上少走弯路。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优质的美国房源，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投资房产长期出租，买入前必须跑通现金流模型，确保即使房子不涨价，也能稳定收租。长期持有必须要结合利率周期，利率低的时候就赶紧锁定30年长期贷款。房地产投资最看重的确定性。中国和美国房地产发展的模式有本质区别。中国依赖房地产体现在地方靠出卖土地融资发展的模式，而美国的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税收的来源。依赖房地产的税收，把房地产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最大税收来源之一，建立起完善的长效机制，才是长久之计。换言之，房地产是收税神器。我们必须确保有充足且持续的现金流来覆盖所有的支出，否则房产会迅速从资产变为沉重的负担。稳住现金流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前提条件。房地产赢在平衡，它不是涨得最多的，却是最稳的。房产的现金流可预测，风险可控，还能抵御通胀。长期看，房地产依然是最可持续的财富积累工具。投资房地产最重要的是，它能抵抗通胀。对高净值投资人来说，房地产不只是赚租金，更是用税务效率放大复利的资产。投资房地产现金流优先，控制杠杆，深耕一个赛道。专注能穿越周期现金流型资产，避免情绪化入场。周期稳定、现金流安全性以及投资的风控。当市场出现结构性机会，就要主动出手，寻找逻辑清晰、回报可测算的现金流项目。房产的降价幅度看就业市场，如果大规模失业的话，房价肯定会大幅下滑。涨价就看利率的走势，利率如果没有幅度降低的话，房价短期不可能抬头。中小型投资人应该优先确保稳定的现金流，而不是压住短期的价格上涨。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如果您想深入了解美国房地产的底层逻辑，欢迎点赞订阅。